为什么中国的商品收生产税，而欧美的商品收消费税？到底是生产税好还是消费税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鹏说天下。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中国的生产税和西方的消费税。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国对于生产商品的征税是在产品的生产环节，也就是说，产品刚从流水线下来，打包出了工厂，这时候政府就对工厂开始征收生产税。而当产品被分发到各个经销商以及各个小超市以后，在售卖的过程中是不抽税的，也就是说，不是直接单独在商品的价格中加上额外的一部分钱作为税收。而国家对销售企业征税，征的也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经营税。反观欧美等西方国家，商品在工厂的生产环节一般是不对产品征收所谓的生产税的，而是在售卖的过程中直接单独在商品的价格中加上额外的一部分钱作为所谓的消费税。那么到底是生产税好还是消费税好？我们先说消费税显而易见的优点。一是可以提高地方政府促进居民消费拉动内需的积极性，同时还能避免产生过剩的产能。地方政府有利可图，自然就会表现得比较积极，就像中国的房地产一样。中国的房地产之所以能够飞速疯狂扩张，就是因为地方政府能够通过促进房地产销售来提高卖地收入，从而也就丰富了自己的地方财政。反观几十年前，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全部上交到中央财政的时候，地方政府开发房地产、搞大基建的积极性，明显就和卖地收入归自己之后判若两人。同理，把这条规律套用在商品生产制造上也同样适用。二是可以提高纳税人的公民意识和增强税收透明度。消费税的一大优点是能够直接让消费者感受到税收的存在，从而增强他们的公民意识。而且相比生产税，消费税是由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直接支付的，因此税收的透明度更高。那么我国为什么不实行消费税而实行生产税呢？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生产税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制造业主导的经济体，因为生产税让政府扩大产能有积极性。而消费税更适合已经进入消费型经济的发达国家，因为消费是西方国家的主要增长动力。所以这第一个原因确实就是经济结构差异。还有就是中国很多销售商都是个体户，比如超市的小老板，而不是欧美那种大型的连锁超市，想要征他们的税也未必能征得上来呀。至于说第二个原因呢，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打在评论区，我的水平不够，暂时不敢瞎说。首先，我们通过分析对比一下，在征收生产税和消费税这两种不同的政策中，地方政府的心路历程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剖析一下这个问题。一、征收生产税的时候，政府为了提高地方税收，肯定就会希望地方企业扩大生产，因为工厂生产的产品越多，地方政府收上来的税就越多。而这种政策确实也对于扩大产能是一剂强心剂。但是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就会通过工厂补贴和政策鼓励来刺激工厂生产产品，而不去考虑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能够卖得出去。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能卖得出去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是由企业工厂来考虑的，但是工厂受到政府生产激励的刺激，导致工厂就算生产出了远远超过市场需求的产品，但是由于还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这个时候工厂就会抱着对于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都能卖出去的预期去继续积极生产，但是最终可能导致的就是产能过剩的问题。也就是说，生产税的机制导致地方政府更关注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不是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当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和补贴等手段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时，企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市场需求，而政府更注重通过增加产量来提升税收，而企业则因为有财政支持，可能完全不考虑产品的市场需求是否饱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在过度依赖政府激励的同时，忽略市场信号，导致供应超出实际消费需求。而产能过剩的后果就是一、市场失衡；二、资源浪费；三、资金占用；以及四、恶性竞争和企业破产。其中前三点不难理解，就是供大于求；第四点恶性竞争和企业破产指的就是
为了出售过剩产品，企业可能要参与价格战，进一步压低产品价格，造成恶性竞争。这个时候啊，就会有好奇宝宝又问我，企业都在卷价格战，这是好事啊？商品价格下来了，我们不就是都能买得起东西了吗？我们的购买力不就会提高了吗？生活水平不也就提高了吗？那我也只能说你还是太天真了。你有没有想过，你买的东西也许就是直接或者间接你自己生产的呢？你自己生产的商品价格降低了，难道你的工资就会提高吗？问这个问题就好像是在说房价下跌了，你就买得起房子了。殊不知迎接你的并不是抄底低价大平层迎娶白富美，而是失业断供、饿死或者跳楼。换句话说，就是部分企业在这种环境下可能难以维持，最终破产，而企业破产后也会导致大量员工的失业，或者导致劳动力价格下降，从而会进一步抑制消费和购买力，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闭环。而对地方经济的负面影响，则是造成财政压力和资源错配。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和支持企业扩张，可能会提供大量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这在短期内或许能增加税收，但长此以往会增加地方财政负担。尤其是企业面临市场销售困难时，地方政府的补贴可能会变成无底洞，通过补贴和政策激励盲目扩张生产，可能会导致地方经济的资源错配，在一些行业可能过度扩张，而另一些更具发展潜力的行业却得不到足够的资源和支持，导致本来符合市场需求的应该蓬勃发展的企业却在四处碰壁，而没什么实际用处的企业却大行其道。拿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举例，中国的电动车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以及政策倾斜，大大刺激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许多企业在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吸引下，纷纷投入大量的资金建设生产线，扩大产能，甚至一些并不具备技术优势的企业也开始进入市场，具体表现为过度扩产和库存积压。而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出了2个办法。第一个是给消费者补贴，也就是税收补贴和电价补贴，鼓励大家都去买电动车。政策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23年卖出去的汽车有一半都是电车。但是与此同时，这个政策也导致本来就不太行的燃油车行业更是雪上加霜。8月31号，广汽集团发布的2024年上半年业绩报告财报显示，集团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为458.08亿元，同比下滑25.62%，说明给电车的补贴对燃油车的销售也产生了不小的挤兑。我们的第2个办法就是出海，想办法把电车卖到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以及欧美国家，其中欧美市场最重要，因为卖到那些地方利润率最高。结果就是我们都知道的，电动车出海遇到了欧美国家的政策打压。拜登政府日前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的总体关税提高到了102.5%。我能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在美国和加拿大这2个国家的大街上，根本就看不见一辆中国产的电动车。而欧盟也打算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达38%的关税。欧美国家加征关税的原因比较复杂，也比较有争议，有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的原因，有贸易战和地缘政治的原因，有对本国汽车企业保护的原因，也有对中国大力补贴来抢占市场的行为提防的原因。但是不论原因如何，结果就是导致了我们的电动车出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那么生产出来的那么多电动车，我们该如何处理呢？这就留给大家自行思考吧。顺带提一嘴哈，就是我建议那些在我视频底下发疯的那些小粉红，如果你们真爱国，真的是想让中国强大，那你们就去多多买房，多多买电动车。君子论迹不论心，别管立场如何，你真用实际行动去爱国，那我也敬你是条汉子。说句实话呀，就是天天嘴上爱国那些人，每个月贡献的消费还未必有他们嘴里骂的汉奸每个月交的税多。第2，我们再来看看征收消费税的时候，政府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在征收消费税的时候，政府的一个主要出发点是通过调节消费行为来促进经济增长。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中，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例很高，因此消费税被视为一种可以直接影响消费支出的手段。消费税是一种广泛征收的税种，其税基较为稳定，因为无论经济处于何种状态，居民的基本消费需求都不会消失。相比企业税、所得税等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大的税种，消费税在长期内
能够为政府提供更加稳定的收入来源。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欧美国家经济不好的时候，政府就会通过直接发钱或者发放购物券的形式来刺激消费。因为消费者买的越多，政府收的税就越多，政府也就有了动力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以及提高社会福利，让居民敢花钱有钱花。结果就是导致了生产税和消费税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下，居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方式。但是政府在制定消费税政策时，还会考虑社会公平性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将税负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身上。消费税是一种间接税，所有消费者都会在购买商品时支付税款，但不同收入阶层对税收的敏感程度会有所不同。低收入群体在消费税中的负担比例更大，因为他们的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较高，所以要通过差别化税率的设计，确保税收的公平性。而且消费税具有征收简便透明的特点，因此政府在考虑税收效率时，往往更倾向于征收消费税。消费税通过商品价格直接反映，征收和监管相对容易，不像企业税或所得税那样复杂，而且税源相对分散。最后，政府在征收消费税时，还会考虑如何提升公民的纳税意识，因为消费税是一种直接体现在商品价格中的税种，消费者在每次消费时都能感受到税收的存在。这种透明的税收形式能够加强公民的税收责任感，提升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任。总结下来就是，当政府选择征收消费税时，其背后的心路历程往往基于促进经济增长、确保财政收入稳定、维持社会公平、引导消费行为、简化税制以及增强公民纳税意识等综合考虑。消费税通过影响消费行为，既能为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调控社会经济活动，成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相信讲了这么多，大家对于生产税和消费税的区别和优缺点都有了大致的了解。那么我们在面对目前这种经济疲软的状况该怎么做呢？难道要直接把生产税改为消费税吗？在我看来，我们目前确实没有这个条件，而且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伤筋动骨的大折腾才对。再说了，治大国如烹小鲜，而不是治大国如烙大饼，180度的大转弯肯定是吃不消的。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至少让企业生产应以市场需求为核心，地方政府不应通过过度干预来引导生产扩张，政府应更多关注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市场透明度和引导企业创新，而不是通过补贴和激励直接干预生产决策。让市场这只无情的大手去调节才是必杀技。同时，为了避免产能过剩，政府可以在产业政策中加强对企业市场风险管理的引导，例如鼓励企业进行市场调研、产品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对补贴的依赖。同时，可以通过财税政策优化税收体系，减少对单纯生产扩张激励，转而推动高质量发展。最后，如果我们还学有余力的话，才应该考虑从生产税转向消费税的潜力。消费税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需求，因为它直接和消费行为挂钩。通过对最终消费者征税，企业在生产时需要更加谨慎，考虑到市场的实际需求，避免盲目扩大生产。对于中国这样的制造大国，在未来调整税制结构，逐步向消费税转型，可能有助于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总的来说，产能过剩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在生产税激励下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要避免这一问题，政策制定者应更多关注市场需求的导向，减少对生产数量的盲目追求，并通过改革税收和产业政策来引导企业实现更合理的生产决策。视频结尾我想说，批评不存在则赞美无意义，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该爆雷的还是要爆雷。与其拿出工具箱里面的喇叭和胶带，还不如大家坐下来想想有啥好办法。视频很长，感谢大家收看，你们的点赞关注就是对我做视频最大的鼓励。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